最近装修啊，我的小伙伴天天在加班。老光今天中午啊，偷偷溜出来给我们小伙伴搞点荔枝，让他们尝尝鲜。东莞的荔枝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啊。这个时节摘的荔枝叫三叶红，其实像这么红的，它是熟过头了，会有一点点渣啊。反倒是这种有一点点淡红、有点绿的，这荔枝口感会更好。老光先尝一颗，看好不好吃。 这个荔枝挺漂亮的，没有虫，肉非常饱满，哇！哎有一点点酸，老光不能吃酸的。今天除了摘点回去给员工试一下，顺便做一道荔枝做的菜，也是应季的菜啊。一般摘荔枝大概就在7天左右，如果超过那个时间，那个荔枝就太熟了。 但是现在这个像刚刚熟的，那还能吃。等如果再过个5、6天，这荔枝就不行了。东莞的荔枝在全国还是有名气的，但是都是糯米糍啊、观音荔啊、妃子笑啊这种三叶红，好多人不喜欢吃。这个怎么拧不断呢？ 专业的，老光的重量这样子拉着它们就能摘了。在这个荔枝园啊，6月份就有妃子笑了，然后7月份就能吃糯米糍，所以我们一年到晚在东莞荔枝是不愁吃的。东莞专业种荔枝的跟我们讲啊，很多人认为吃荔枝会上火。 那吃荔枝为什么会上火？如果你吃荔枝只吃1颗2颗，绝对会上火。那你一定要吃够3颗以上，最好干1斤下去，就不会上火吧？太酸了。这棵是什么树？很多人肯定没见过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释迦果，现在准备在开花了。但是它每棵树它开花，它不是每一个花都能结果，它是上面的花可能跟下面有公有母的，到时候它只能结一个果。好了，搞了2大筐，那么现在就我们回去做个荔枝菜来。这是刚摘回来的荔枝，经理过来，这个拿来分给楼面的服务员吃。 啊，全部拿去分。好的，谢谢吴总。老光另外挑了一点熟一点的荔枝啊，等一下就来做一道荔枝焖鸡啊，这个叫应季的菜品，看一下到底好不好吃。先把这个荔枝摘下来清洗一下啊，要选一下，如果有坏掉的就不要了。洗好了以后，那我们要把这个荔枝先把这个壳去掉啊。 再把这个籽去掉啊，这籽是不能吃的，而且很滑，等一下小孩子一吃不小心会吞下去啊。像这个荔枝剥出来，它的肉啊，它就白白的，这个就没那么熟。你看为什么有些荔枝三叶红吃的会有涩味？就是这个荔枝太熟了，太红反倒不好，所以那个皮会硬硬的，而且会有苦涩味。你看这个绿色的，它就很白。三叶红，当地人很多人不喜欢吃，因为它太酸了。但是拿来做这个鸡，应该酸酸甜甜的，应该味道还是不错的。东莞的荔枝老农还告诉我们，像这个荔枝的核啊，如果你吃荔枝上火，用这个核泡水喝就能去火。先处理一下这个鸡啊，我们一定要把里面鸡肺给摘掉啊。这刚送过来的新鲜的鳝鸡啊，都有油的。这鸡啊，砍之前一定要先洗干净，等下砍好了就不用洗了。如果你砍好了再洗，那它里面水分就太多，等下煎的时候这鸡就不好煎了。这刀还是不够利的。这个鸡肾打一下花刀，等下炒的时候就比较入味。好，搞定。先搞点酱油，腌一下这个鸡，这个一点点味精，一点盐巴，胡椒粉哈。
好，我们腌一下，一定要把那个底味捞进鸡里面去啊，让这个鸡肉才会入味。捞好了以后，搞点生粉，生粉不能多啊，来点这个油，好，搞定。这个锅烧热了，锅一定要热啊。老光用平底锅就只能用在这个平炉里面啊，大锅里面用平底锅老光不会啊。锅烧热了，我们就把这鸡倒下去。锅热它就不会焖了，不会粘底。这个菜店里面没有卖的，老光是特地犒劳我呢龙务的兄弟姐妹们。摄影师让我翻一下，我怕翻车啊，等一下没得吃了。啊，吓死我了！幸好没翻车啊。你看这个鸡煎的金黄色，非常漂亮。像这些没翻到的，一定要把它翻过来，两面要煎一下，等下这鸡肉才会香。煎这面啊，那我们要先把这个姜片搞下去。这个蒜子也要搞下去，让这个姜跟蒜啊跟鸡要融合，这样子弄出来才有姜蒜的味道。这鸡煎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旁边烧好一个砂锅。现在鸡也煎得金黄色了啊，这个蒜跟姜也爆香了，因为煎出来会有很多鸡油啊。我们把这个油去掉一部分啊，太多油了会腻啊。搞上这个蚝油。再搞一点酱油，这个时候关小火啊，再搞一点酱油，搞点白糖，搞上我们这个黄飞鸿辣椒，然后再搞点酒啊，再加点水进去，水不要太多，因为这鳝鸡嘛，你要让它入味一点，所以要让它焖一下。等下我们转到这个砂锅里面焗一下。现在就差一道荔枝了，荔枝我们要快熟的时候放下去了。颜色非常漂亮，是不是看到口水都流出来了？我们现在在砂锅里面啊，把这个剥好的荔枝，包括那个荔枝的汁水，那它就会有酸甜口。把这个荔枝盖上去，我们焗个5分钟。Later， 好，5分钟到了，这鸡你看。哇，非常有吃力，非常香。老光一般都不做菜的，来松山湖那么久，服务员没吃过我做的菜。你看我来大朗啊，第一天做菜，做的第一个菜，而且这个菜单上是没有的，荔枝焖鸡啊，真的好香，好香啊！试一下，真好吃吗？超级入味，是吗？现在有人荔枝都还没吃上啊，你们已经吃上荔枝焖鸡了。改天来大朗吃饭的老板可以找我们的美女点菜。